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人下了班回到家里，推开门迎接他们的不是家人的笑脸，而是一屋子的冷清，没人说话，觉得孤单了，怎么办呢？很多人就开始养起了毛小孩，养猫啊，养狗啊，还给他们取了可爱的名字，平时一口一个儿子，宝贝女儿的叫着。我甚至看过很多人对这些小家伙的用心程度，那真的是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。但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，为什么街上那么多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巷子口那么多流浪的小生命，为什么偏偏事业钻进了你的怀里？为什么偏偏你一看见圈就觉得无比顺眼，非要把带回家不可？这背后其实有大文章。古人常说猫来穷，狗来富，那不过是世俗的说法。但在我们佛法的因果律里头，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，叫做一切有情皆有宿债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这辈子能遇到的所有有情众生，只要是能跟你产生感情牵绊的，不管是人也好，是猫狗也罢，绝对不是偶然碰上的。凡是主动找上门来，进了你家宅子的动物，多半都是带着前世的因缘，甚至是带着前世的账单来的。你们要知道，佛家讲的有情众生，指的不仅仅是人，只要是有知觉、有情感，能感受到痛苦与快乐的生命，都包含了在内。大家都在六道轮回这个大圈圈里头转啊转的。佛经上说，一切有情皆有宿债。这个债字，大家不要一听就觉得是欠了钱。在轮回里面，最难还的往往不是钱，而是情。有时候欠的是一份恩情，有时候欠的是一段陪伴，更有时候欠的是前世临终之前那一眼深深的舍不得。你们想一想，为什么走在街上，别的流浪狗看到你都躲得远远的，唯独那一只会对着你摇尾巴？这不是随机发生的，这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你们俩。这条线我们世俗人叫它缘分，但在佛法里，这叫做业力，叫做因果。你以为你是在大发慈悲养宠物，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还一笔跨越生死的感情债，或者是在续一段前世未了的缘。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今天来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大家听完，或许就会对身边的毛小孩有一种全新的体会。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李厚德，他在城里经营着一家古玩店，平时为人处事，那真的是没得挑剔，乐善好施。街坊邻居看见谁有困难，他都愿意自掏腰包帮一把。在外人眼里，李老板是个大好人，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店门一关，他自己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家里冷清啊，没有人嘘寒问暖，只有四面墙壁陪着他。那种深深的孤独感，就像是一团驱不散的迷雾，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直到3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，也让他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万物皆有灵，因果总相循。那天夜里，外头下着大雨，李厚德关了古董店的门，撑着一把伞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。当他走到自家巷子口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团黄乎乎的东西蜷缩在屋檐底下。李厚德凑近一看，是一只小橘猫，浑身都湿透了，毛全贴在瘦弱的身体上，冻得在那儿瑟瑟发抖。按理说，流浪动物的警觉性都很高，看见生人靠近，早就一溜烟跑没影了。但是这只小猫一看到李厚德走过来，不仅没有躲，反而费尽力气地站了起来，颤颤巍巍地冲着李厚德喵了一声，那声音软软糯糯的，像是在喊救命，又像是在呼唤久别的亲人。李厚德当时心就软了，
蹲下身子，这只小猫竟然主动凑上前，用那个湿漉漉的小脑袋在李厚德的裤腿上蹭。当那只小猫抬起头来看着李厚德时，李厚德愣住了。那是一双琥珀色的眼睛，里面没有一丝恐惧，满满的全是信任，甚至还带着一点点说不出来的委屈和渴望。李厚德看着这双眼睛，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，那种感觉非常奇妙，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一样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他当时什么也没多想，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，把这只脏兮兮的小家伙一裹，直接抱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李厚德帮小家伙洗澡，那猫就一直静静地盯着李厚德看，那眼神深邃又安静，看得李厚德心里有些发毛，却又觉得暖洋洋的。洗完澡才发现，这只小橘猫其实漂亮得很，毛色发亮，胖乎乎的。李厚德越看越欢喜，就笑着说，既然你进了我的门，咱俩就是一家人了，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福气，就叫你来宝吧。话音刚落，这只来宝竟然清脆地应了一声喵，好像早就知道自己叫这个名字一样。来宝直接跳上李厚德的膝盖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呼噜呼噜地睡着了。李厚德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善事，收养了一个可怜的小生命，但他哪里晓得，这一抱回来的根本不只是一只猫，而是一段沉睡了很久很久的宿世姻缘。这哪里是来宝啊，这分明是债主进了门。因为从第二天开始，这个家里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怪事。首先，来宝太懂事了，懂事得让你心疼。李厚德是个单身汉，平时出门常常丢三落四，可是自从有了来宝，每当李厚德穿好鞋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来宝就已经叼着那一串钥匙，安安静静地蹲在门口等他了。一只猫怎么会知道钥匙是干什么用的？这就是佛家讲的习气。前世如果跟你很深的牵绊，那些下意识的关心和习惯是会带过来的。身体虽然变了，但那个照顾你的本能没变。还有一次，李厚德在古董市场淘到一个唐代的瓷碗，以为捡了个大便宜，兴冲冲地带回家放在桌上。平时最温顺的来宝，这次却一反常态，对着那个瓷碗发出呜呜的低吼，全身的毛都炸了起来，焦躁不安地围着桌子转，甚至想伸爪子去把碗给推下去。李厚德心里犯嘀咕，隔天赶紧找了个老行家来鉴定，结果一查，那是个高仿的假货。李厚德这才恍然大悟，摸着来宝的头说，原来你是在提醒我啊，你比我还懂行。来宝这才安静下来，得意地在他手心蹭了蹭，那模样活脱脱像个长辈在看着不懂事的孩子。但是真正让李厚德感到心里发毛的，不是白天的事，而是晚上的梦。大约在收养来宝1个月后，李厚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梦，梦里总是雾蒙蒙的一片，在迷雾深处站着一个人影。李厚德拼命想看清他的脸，却怎么也看不清。有时候觉得像个穿白衣的年轻女子，有时候又觉得是个步履蹒跚、驼着背的老太太。不管形象怎么变，那个声音是一样的，那是一种急切的带着哭腔的呼唤，厚德，厚德啊！在梦里，李厚德心里难受极了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牵挂感让他只想流泪。他拼命想跑过去，但脚下像灌了铅一样，寸步难行。每当他急得快要喊出声的时候，梦就醒了。醒来后，厚德一身冷汗，坐起身大口喘着气。这时他一扭头，看到枕头边上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，是来宝，就趴在离他脸不到1尺远的地方。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幽光。最让人震撼的是，李厚德发现来宝看着他的那个眼神，那种包含了千言万语
那种深沉的眷恋，带着一点点哀伤的眼神，竟然和梦里那个模糊人影给他的感觉一模一样。有一次，李厚德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看着枕边的猫，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来宝，刚刚是你跑到我梦里喊我吗？那只猫没有叫，只是深深地看了李厚德一眼，然后伸出那只带着肉垫的小爪子，轻轻地拍了拍李厚德的手背。那个动作轻柔的，就像小时候长辈哄着孩子睡觉一样。那一瞬间，李厚德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哭，只觉得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戳中了。他开始深深地怀疑，这只猫绝对不是一只猫那么简单。到底是谁？梦里那个人又是谁？为什么会给自己一种血浓于水的感觉？这种事情科学解释不了，世俗也解释不了。为了寻找真相，李厚德带着这只猫上了九华山。到了九华山的一座古刹，李厚德终于见到了那位传说中有着大智慧的妙智老和尚。李厚德抱着猫一踏进禅房，还没开口说话呢，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。平时这只来宝除了对李厚德亲近，见了谁都爱答不理的，高冷得很。但是一见到妙智老和尚，竟然自己从李厚德怀里跳了下来，走到老和尚的蒲团前面，规规矩矩的前腿趴下，头点地，连着点了3下。妙智老和尚微微睁开眼，看了看地上的猫，又看了看李厚德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话：阿弥陀佛，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。施主，你把你的债主抱来了。李厚德心里一惊，赶紧跪下：师父，我最近夜夜做梦，梦见亲人在喊我，这只猫又这么邪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和尚让他起来，给他倒了一杯茶，缓缓地说：佛门里有句话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这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地藏经里讲得很清楚，有时候过去的父母、男女、弟妹、夫妻眷属，因为在恶道里还没解脱，所以变个样子来找你。李厚德听得直冒冷汗：师父，您的意思是来宝是我死去的亲人？老和尚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他：你梦里那个人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是给你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疼你？是不是那种哪怕天塌下来都要死死护住你的感觉？李厚德眼圈红了，拼命点头：是，就是那种心都要碎了的呼唤。老和尚盯着他的眼睛，突然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：你想一想，你从小到大谁最疼你？谁走的时候最放不下你？这个问题一抛出来，李厚德脑子里轰的一声，一段尘封的记忆瞬间涌了上来。是我外婆。李厚德的声音颤抖了：我是外婆带大的，小时候生病发烧，是外婆背着我走了10几里山路去看医生。她走的时候我才18岁，临终前她谁都不看，就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嘴里念叨着我的小名。说到这里，李厚德已经是泪流满面。就在这时候，一直趴在地上的来宝突然发出了一声极度凄厉的猫叫：喵呜！猛地窜进李厚德的怀里，2只前爪死死抱住李厚德的胳膊，小脑袋在他的胸口用力地蹭，把李厚德的衣服都哭湿了。妙智老和尚看着这一幕，点了点头：这就对上了，你外婆对你的爱太深了，深到了骨子里。这种爱如果有了智慧叫慈悲，如果没有智慧，那就叫执着，叫业力。他走的时候因为太牵挂你，神识不肯去投胎，一直飘荡，后来看到你孤身一人，生活冷清，他心疼啊。这个念头一动，正好遇到这只小猫投胎的机缘，他就借着这个畜生的身躯回来陪你了。
李厚德低下头看着怀里的猫，此刻再看那双琥珀色的眼睛，哪里还是猫眼？那分明就是记忆里外婆那双慈祥、浑浊又充满关切的眼睛。怪不得会在门口等自己，外婆以前就是这样在村口等她放学的。怪不得绝能认出假古董，外婆生前最怕孙子被人骗。怪不得梦里的声音那么悲伤，因为她想说话却说不出来，只能在梦里拼命喊。李厚德痛哭失声，抱着猫跪在地上给痔磕头。外婆，孙子不孝啊，孙子没认出您来啊。那只猫也趴在他肩头，身体一抽一抽的，像是在哭泣。各位朋友，这场景真的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要落泪。这就是六道轮回的真相。妙智老和尚看着这一人一猫抱头痛哭，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严肃，甚至带着一种雷霆之怒。老和尚站起身，指着李厚德厉声说道：糊涂，简直是糊涂透顶！你以为他回来做猫是来享福的？你以为你天天喂他罐头，给他洗澡就是孝顺？李厚德，你这是在害他，你在把他往地狱里推啊！李厚德一脸委屈地说：师父，既然他是我外婆转世，我孝敬他还来不及呢。我给他吃最好的，买最贵的窝，我每天给他梳毛、清猫砂，把他当皇太后一样供着，这难道不是尽孝吗？老和尚指着那只发抖的猫说：佛法里讲福报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你外婆为什么上辈子能做你的长辈？那是她前世积来的福，但她现在因为情执太重，堕落到了畜生道。你看看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是一个人，是畜生，在轮回的阶梯上，人比畜生高。你是孙子，她是外婆，在伦理辈分上，她是长辈。可是现在呢？你天天跪在地上给她清猫砂，你给她磕头，你把她供在神坛上一样伺候。古人讲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她现在的身份是一只猫，每享受一次你的跪拜，每吃一口你花大价钱买来的供养，都是在透支她仅剩的那一点点福报啊！等这点福报被你伺候完了，她去哪里？直堕地狱。李厚德吓得脸都白了，浑身发抖地问：那如果不堕地狱呢？老和尚目光如炬，说道：不堕地狱更麻烦。佛门里有个真实的历史公案，叫披毛戴角还。古人欠了别人的债还不清，下辈子就得变成牛，变成马，披着一身皮毛来还债。你现在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他，老天爷可是记住账的，因果最公平。你这辈子伺候了他多少，下一世或者下下世，他就要做牛做马，加倍的伺候回来还给你。你们这两个人的因果就会变成一个死结。这一世他想你，变猫来让你伺候；下一世他欠你，变牛马来还债；再下一世你又觉得亏欠他，又去找他，生生世世就在这个讨债还债的圈子里打转，永远出不去。这就叫轮回。你以为你在爱他，你这是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你和他死死地绑在了一起，谁都别想解脱。李厚德看着怀里的来宝，此时此刻，这只猫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恐惧，似乎也听懂了老和尚的话，知道自己的这份贪恋闯下了大祸。李厚德彻底崩溃了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孝顺孙子，是个有爱心的主人，结果呢，他是在用这种愚痴的爱把最亲的人往火坑里推。妙智老和尚看着痛哭流涕的李厚德，露出了一丝慈悲的神色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既然你也看破了这一层，那这个死结就有解开的希望。但是你要救他，得先把你心里的那把刀给拔出来。你如果真正爱他，就不能再占有他，你得学会放手。各位朋友，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，心里都会揪一下。
我们常说，爱不是占有，是成全。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，但做起来真的太难太难了。特别是面对自己日夜相伴的亲人，老和尚轻轻拍了拍李厚德的肩膀，说了一段非常透彻的话。世俗人的爱是占有，是索取。你觉得他陪着你，你心里舒服了，你不孤单了，这叫爱你自己，不叫爱他。真正的爱，佛菩萨的爱，叫做慈悲。慈悲是什么？是无我，是只要你过得好，只要你能真正解脱，哪怕我再痛苦，我也要送你走。老和尚指着窗外的天空打了一个比方，你看那个放风筝的人，手里死死拽着线，风筝永远只能围着你转。你觉得风筝属于你，你很高兴，但是风筝呢，想飞进云端，想去更广阔的天空啊。你外婆就是那个风筝，你的情执就是那根线，你越舍不得，线拽得越紧，她就越痛苦，永远困在这个畜生道里出不去。李厚德听得眼泪直往下掉，他转头看向来宝，此时的来宝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，眼神里既有依恋，又有一种渴望自由的哀伤。老和尚接着说，你再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他前世是个人，现在披着一张毛皮，不能说话，不能直立行走，只能吃着猫粮。冬天怕冷，夏天怕热，身上长了跳蚤，还要自己挠。你忍心让你最爱的外婆一直受这种罪吗？你每多留她一天，她就要多受一天的苦。这难道就是你所谓的孝顺？他颤抖着伸出手，把来宝抱到面前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再叫乔小宝贝或是乖孙子，而是哽咽着轻轻叫了一声外婆。来宝浑身一震，喵了一声，声音凄厉。李厚德流着泪说，外婆，孙子错了，孙子太自私了，只想留住您，没想过您的苦。我不留您了，我不做那个拽风筝的人了。我想让您走，想让您去好地方享福，不要再在这个猫身子里受罪了。就在他说出我想让您走的那一瞬间，整个禅房里的气氛突然变了，原本那种压抑沉重的感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凉通透的感觉。那只一直眼神忧郁的猫突然放松了下来，走到李厚德的手边，轻轻舔了舔他的眼泪，然后退后几步，眼神里的那种执着和焦躁慢慢散去，变得无比平和安详。妙智老和尚欣慰地点了点头，善哉善哉，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你刚才这一念转过来，你外婆身上的枷锁就已经断了一半了。李厚德擦干眼泪，急切地问，师父，那剩下的一半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做才能帮他真正解脱？老和尚微微一笑，从怀里掏出一串念珠递给他，接下来就是行了。我有3个法子，也就是3笔功德杖，你只要照着做，就能把你外婆从畜生道里赎出来。第一个办法，诵经消业，这叫做推土机。老和尚说，第一件事，你要为你外婆诵地藏菩萨本愿经，这部经是佛门的孝经。你外婆的执着心就是一座大山挡在她投胎的路上，地藏经的力量就像推土机，能把这座山给推平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连续49天，每天晚上在她面前大声朗读，不要以为听不懂，听得灵魂深处听得懂，你念一句，背的业债就轻一分。第二个办法，念佛引路，这叫做心灵的罗盘。光消了业还不够，还得给他指条路。你要常常抱着他，贴着他的耳朵，轻轻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要把这句佛号种到他的脑子里去。等到他将来临终时，身体坏了，但这句佛号会在他心里自动冒出来，只要这一念冒出来，接引他去善道的路就通了，这就是他暗夜里的明灯。第3个办法，回向转账，这叫做开支票。
很多人不懂，念了一辈子经，效果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懂回向。你念经是在挣功德，但如果你不签字转账，这笔财富就还在你自己的账户里，你外婆拿不到啊。所以每次做完功德，你一定要在心里说，愿以此功德特别回向给我的外婆，愿她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，往生善道。这就是签字转账，他有了这笔无形的财富，还了债才能上路。李厚德听得仔仔细细，把每一个字都刻在了心里。从那天起，李厚德像变了个人。每天晚上古董店关门后，他就在昏黄的灯光下盘腿而坐，打开经书，来宝就安安静静地趴在他的膝盖上，眯着眼睛听着那抑扬顿挫的诵经声。有时候念到动情处，李厚德会流泪，那只猫也会流泪，但那不再是悲伤的泪，而是一种清洗，一种释放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李厚德起床时，发现来宝躺在阳台的垫子上，已经走了，走得很安详，身体是柔软的，嘴角甚至带着一点点微笑的弧度。李厚德忍着泪围入念了8个小时的佛号，然后把埋在了郊外的一棵大树下。那天晚上，李厚德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阳光明媚，在一片金色的莲花池畔，他看见了外婆，不是那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，而是外婆年轻时的样子，浑身放着温暖的光。外婆看着他，笑得很开心，挥了挥手说：孙子，外婆走了，债还清了，心放下了，你也要好好的，别再回头看了。说完，外婆转身踏上一朵莲花，慢慢升空，消失在云端。李厚德从梦中笑醒了，看着窗外初升的太阳，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身心无比轻盈。他知道外婆得度了，而他自己也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修行。故事到这里就算是圆满结局了。但是我们听故事不能光让李厚德一个人得度，要让荧幕前千千万万个正在看影片的你也找到生活里的解药。大家听完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心里沉甸甸的，但最后又松了一口气？这就对了。但我知道你们现在听的热闹，感觉得到了启发，等关了手机睡一觉，明天早上起来该干嘛干嘛，习气一上来，可能又把这些道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这就是凡夫啊，容易健忘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只要讲道理，我还要给大家3帖落地实操的药方。不用你花大钱，也不用你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打坐。今天看完影片，你在家立刻就能做。第一帖药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练习。很多朋友心里都有放不下的人，可能是过世的亲人，也可能是离开的毛小孩。从今天起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坐在床边，闭上眼睛3分钟，在脑海里观想他们的样子，然后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说3句话：谢谢你的陪伴，我原谅一切，我放你自由。不要小看这3句话，这就是在拔出你心里那把舍不得的刀。每天练习，你的执着就会一天比一天淡。第二贴药，面对毛小孩的正念对话。家里有养宠物的朋友，我知道你还是会疼外门，但是以后除了喂饭、清猫砂，不要只会跟们说宝宝乖，妈妈爱你这种世俗的废话。你要偶尔抱着印，看着印的眼睛，温柔但庄重地对招说：这辈子谢谢你来陪我，愿你早日消业障，下辈子别再披毛戴角了，去个好地方吧。这叫做给种善根。你这一句话比给鸡买上万块的零食还要珍贵。第3帖药，每日微小的功德回向。很多朋友会说，哎呀，我每天上班好累，没时间念749天的地藏经怎么办？没关系，
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修行就在你的日常里。你今天在路上帮人家指了个路，你在捷运上让了个座，甚至你今天看完了这支影片，心里生出了一丝善念，觉得感动，这都是功德。你只要在心里默默说一句，愿将今天这份微小的善念回向给我爱的人，愿他们离苦得乐，这就是最简单的签字转账。各位朋友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怕大家在滚滚红尘里一不小心迷了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积累功德改变命运最快的方法就是利他。佛法里讲自觉觉他，你自己听懂了这个道理，解开了心结，这叫自觉。但是这还不够，你还要帮身边的人也醒过来，这才叫觉他。你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把宠物当成命根子养得走火入魔的朋友？有没有那种沉浸在亲人离世的痛苦里好几年都走不出来的人？他们就像故事一开始的李厚德，在迷雾里打转，在梦里哭醒。他们苦不苦？太苦了。他们缺的其实就是一个提醒。也许你觉得今天这只是一支普通的网络影片，但对于那些正在迷茫中的人来说，这可能就是那根救命稻草，就是妙智老和尚的那一声当头棒喝。所以请不要小看你的每一次分享。当你动动手指，把这支影片传到你的家族群组，分享给你的亲友时，你不是在凑热闹，你是在做法布施。经书上说，法布施的功德比布施金山银山还要大，因为钱财只能救一时之急，而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一念的觉悟，能救人一辈子。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中有任何一个人因为看了你分享的这支影片，突然放下了对过世亲人的执着，或是开始为家里的毛小孩修福报，那一瞬间他少造了一个恶业，多发了一个善愿，这份因果的源头就在你这里，这份功德就有你的一份。这就是度人一念，胜造7级浮屠。各位有缘人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戳中了你的心窝，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，请帮这支影片按个赞。这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让网络的机制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听正道，还有人在乎老祖宗的智慧。你的一个赞，就是为这世间的正能量投下了一票。也请你一定要订阅关注这个频道，咱们的缘分不能断。以后我办法还会继续陪着大家讲更多做人做事修心的道理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语言是有力量的，文字是有能量的。我希望大家不要看完就默默划走，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善愿。你可以打上这2句佛家最美的回向文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或者简简单单的留下一句：愿天下所有生命都能离苦得乐。当几千人、几万人都在留言区发愿的时候，那个凝聚起来的磁场是不可思议的。让我们的留言区变成一个祈福的莲花池，让每一个点进来看到留言的人都能被这种善念加持。从现在开始，动动你的手指，去行你的善，去积你的德。我是你们的修行伙伴，下期再见。